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5季前情提要。当拜瑞发现诺拉和斯旺合作之后，他第一反应就是把诺拉送回2049年，以确保时间线不会被过度扰乱。哪知诺拉狗改不了吃屎，非但没有善罢甘休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学习了斯旺的逆神速力。现在诺拉的位置无人知晓，斯旺也仅仅知道诺拉是回到了2019年。当晚，诺拉潜入麦卡洛克研究院，摧毁了机房，带走了蓝图。他谋了一个精密的计划。白天在城市中，拜瑞每隔800米就放置了一个探测器，随时侦测诺拉的动向。即便是拜瑞也无法感知逆神速力。现在的格雷斯也失踪了，更不知道低温雾化器将会引发什么灾难。众人兵分两路，在研究院里，拜瑞根据被摧毁的程度判断了这是闪电所击中的。希斯科在现场检测到了大量负超光子，这种物质就像寄生虫一样，偷取神速力中的速度，形成了所谓的逆神速力，也躲避了拜瑞的探测器。另一边，曾经转移的转化人们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。乔斯、彼得等人开了一家修理厂，他们也正是诺拉的组队人选。麦卡洛克研究院一直为国家制造军事级武器，在他们的锻造厂里放置了一台远比天眼会还牛叉的抑制器，这也是诺拉为什么选择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转化科技，可以忽略抑制器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随便拿出一个武器都能卖上上百万。诺拉晚上悄摸回到了实验室，偷走了斯宾塞的手机。白瑞赶到，打算劝说女儿停手。夏洛克一直就良心不安，他认为诺拉变成这样自己也有部分责任，可他还没去就被彼得拦了下来。诺拉知道拜瑞不相信自己，连解释都懒得解释。熊孩子聊着聊着就急眼了，逆神速力突然爆发，电流了拜瑞。看见这一幕，拜瑞也坐不住了，再怎么诺拉也是自己的女儿，而自己的女儿却继承了斯旺。看着几分钟前的录像，拜瑞才知道有人帮助诺拉。夏洛克和希斯科被双双抓到了反派集中营，诺拉抓来希斯科就是为了破译斯宾塞的手机，让手机为自己服务。一个熊孩子的话，希斯科又怎么会听呢？诺拉一手刀伸进了希斯科体内，看着他两眼发红，希斯科就知道这下麻烦了。夏洛克一直在旁试图跟诺拉和解，乔斯几个人一听对话又知道了一点信息。 XS 是闪电侠的女儿，为了保住两个人的命，希斯科着手开始改造手机。哥俩闲来无事聊起了女人。夏洛克说，一次偶然他发现女朋友雷尼是个转化人，而雷尼一直没有对自己坦诚过，就像希斯科一直没有对卡米拉坦诚。夏洛克只用一眼就看出了希斯科一直隐藏的秘密，他讨厌自己的震波能力。外面的拜瑞还是一筹莫展，他甚至把诺拉当成了罪犯看待，先是斯旺又是乔斯彼得，简直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！可艾瑞斯一直觉得诺拉的目的并不邪恶，他觉得斯旺也变了。看着妻子女儿都偏袒斯旺，拜瑞一句话也不想多说，唯有乔信任着拜瑞，同时他也信任着孙女儿。乔告诉拜瑞，信任才是解决一切的关键。同一时间，希斯科这边完成了改造，而且加强了手机的催眠能力，但诺拉还是没打算放人。风后控制了数不清的机械风，控制住了两个人，但聪明的希斯科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他弱化了手机的信号，诺拉众人一走，他们就摆脱了蜂群。夏洛克早就已经解开了手铐，两人脱离危险。夏洛克扭头就去拯救诺拉，诺拉等人顺利潜入到了锻造厂，生擒了工作人员。有骨骼惊奇的彼得从通风口进入，诺拉看到自己需要的棱镜枪，还得意自己的聪明计划。抑制器让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。乔斯等人也立马反水，他们直播挑衅闪电侠，以他女儿为要挟。闪电侠立刻赶来了现场，想要保护诺拉就必须摘下面具，可闪电侠的行为诡异至极，就像是在拖延时间。直到乔斯发现这是全息影像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真正的闪电侠躲在了工作人员之中。乔哈瑞斯扛着他娘的意大利炮随时作战，当务之急是摧毁抑制器，没有神速力根本不可能抓捕这群罪犯。乔家妇女也把彼得围殴至昏厥。希斯科远程协助拜瑞控制了风后的机械风，乔斯见状直接用雷劈向了诺拉，拜瑞果断挡在了女儿前面，结果弄巧成拙，反弹了雷电，摧毁了抑制器。一瞬间两人神速力恢复，在闪电时间里，拜瑞信任了女儿所做的一切，眨眼功夫就抓捕了乔斯等人。完事后，诺拉才解释了自己的目的。斯旺曾告诉他，要打败老禅师必须销毁闪电匕首，也告诉他唯一的武器就是棱镜枪，这把枪足以让闪电匕首化为原子状态。而另一边，拉尔夫和凯瑟琳也一直在调查格雷斯偷走雾化器之后，还袭击了安全屋，一并偷走了治愈解药失败的版本。格雷斯这是要利用雾化器杀死所有转化人。2049年，斯旺的死刑终于到来，行刑前狱警还不忘折磨下斯旺，却不知斯旺等的就是今天。格雷斯这边还在改造雾化器，舅舅奥林变成了他脑中的幻觉，好像是在催眠自己这么做是对的。远在一旁的白瑞等人还在出谋划策，拉尔夫认为格雷斯一定还缺少什么东西，否则他们早就死了。眼下最笨的办法就是给所有转化人服下解药，
乔准备在警局呼吁所有转化人前来集合，其他人则试验了一下棱镜枪，棱镜枪效果显著，打败格雷斯看来有希望了。夏洛克则找到了女友雷尼，保护她不受老禅师伤害是夏洛克的首要任务。好巧不巧的，两个人就这么偶遇了格雷斯。情急之下，夏洛克让雷尼赶快用超能力保命。白瑞和诺拉赶来的途中，诺拉的意识再度与格雷斯相连，但这次格雷斯也看到了诺拉，他选择了提前离开。在此之前，他偷走了量子转换器，有了这个，格雷斯就能提取闪电匕首中的暗物质，以此为雾化器提供能源。根据希斯科的推算，格雷斯还差一个超导管才能完善雾化器，但这种东西太稀有了，想搞到并不容易。白瑞准备抢先一步得手。今晚，雷尼的意念控制能力救了他们一命，两人散发出了恋爱的腐臭味。还有另外一件事儿，诺拉之所以控制不住情绪融入逆神速力，和格雷斯意识中的愤怒有很大的关系。诺拉打算利用这一点抓捕格雷斯，可风险太大，白瑞和艾瑞斯都不同意。隔天，警局涌入了数不清的转化人，他们全都是来求药的。与此同时，拉尔夫想到了一个问题，他开始怀疑斯旺为什么要打败老禅师了。侦探直觉告诉他这件事相当重要，然而其他人根本懒得去想斯旺的事儿。拉尔夫询问了诺拉2049年的超导管在哪里，听到了一个荣获诺贝尔的名字奥林斯，这个名字差点给希斯科气到休克。奥林斯上学的时候全靠希斯科才能够毕业，这种人居然在未来获得了诺贝尔奖。放下恩怨的希斯科还是追踪了奥林斯的位置，果不其然，这家伙正在研究超导管。白瑞立马赶了过去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格雷斯提前布下了炸弹，白瑞差点被送上西天。现在格雷斯万事俱备了，白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突然，拉尔夫推着笔记走了过来，他终于摸到了一点线索。斯旺先让诺拉改变了碎片轨迹，从而让原本的大卫老禅师变成了奥林老禅师，而后来未来的格雷斯苏醒并穿越了时间，杀死了舅舅奥林。在这之后，事情变得复杂了，奥林死后闪电匕首又为何还在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起初斯旺没改变时间线，那么闪电匕首又去了哪里呢？听着拉尔夫有理有据的推论，白瑞还是先决定优先解决眼下的事儿。警局这边因为人数过多，解药的数量已经跟不上了。人心惶惶的大厅让乔不知所措，夏洛克带着雷尼也来到了警局，可他内心深处根本不想注射解药。在雷尼的眼里，超能力是一种恩赐，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夏洛克尊重他的选择，为了保护心爱的人，夏洛克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把雷尼送到平行宇宙，送到自己的家乡。他明明可以自私的和雷尼一起私奔，但夏洛克选择了留下来，他要和自己的伙伴们并肩作战。送别了雷尼，夏洛克重返战场。此时，诺拉私自使用了心灵交互器，打算从相连的意识中找到格雷斯的下落。这一举动让他体内的逆神速力再度爆发。白瑞不顾自己的安全，冲上前救下了女儿。父母的教育并没有让诺拉冷静下来，深思熟虑过后，白瑞决定顺从诺拉。众人来到了当年困住逆闪幻象的仪器面前，听说了几年前斯旺的事迹后，拉尔夫不禁感叹，这个男人还有计中计。诺拉踏入屏障，开启了交互器，来到了格雷斯的意识中。这里格雷斯告诉了他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因为未来属于他的世界已经容不下转化人了，资源匮乏，超能力泛滥，他要修正这一切。最终诺拉通过格雷斯看到了他的下一个目标，警局。这里聚集了城市中所有转化人，一心求药的转化人们成为了瓮中之鳖。白瑞立刻带人前去销毁匕首，冰霜杀手和白瑞的偷袭暂时击退了格雷斯。希斯科必须尽快去摧毁匕首，解决雾化器。无法使用超能力的前提下，希斯科必须靠自己的大脑解除雾化器。虽然闪电匕首没在手里，但格雷斯对抗闪电侠几个人还是没什么压力。希斯科这边遇上了难题，想要解析雾化器的具体构造，需要一台量子计算器。恰好来自未来的诺拉就有这么一个，外面的人挨着最毒的打，希斯科冒着最冷的汗，千钧一发，希斯科带着必死的决心摧毁了装置。白瑞拿出棱镜枪准备摧毁匕首，这一瞬间拉尔夫想通了一切，没改变时间线前，老禅师根本没有闪电匕首。同时斯旺已经被送上了断头台，一直压住斯旺的五指山正是闪电匕首。虽是想通了一切，可白瑞已经扣动了扳机。在这一瞬间，拉尔夫毫不犹豫扑向了闪电匕首，用身体挡住了棱镜枪的攻击。好在拉尔夫的身体构造不同，并没有因此死掉。格雷斯再次消失，白瑞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他相信拉尔夫一定有自己的原因。查出真相前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在警局，白瑞调查了现场的残骸，这种东西与周围的事物格格不入，而侦探组合终究是侦探组合。夏洛克很快就理解了拉尔夫的良苦用心，说什么摧毁匕首就是拯救闪电侠的办法，这都是欺骗小孩子的谎言。斯旺从头到尾就一个目标，摧毁匕首，让自己越狱。狱警特意为斯旺准备了一个离别礼物——闪电戒指。听到这儿，诺拉才意识到白瑞说的没错，斯旺是一个只会帮助自己的人。
但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，若不摧毁闪电匕首，老禅师会杀死所有转化人；若摧毁闪电匕首，斯旺则会成功越狱。在这最后的时刻，希斯科选择对卡米拉坦白一切，诺拉也因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没脸见人。拉尔夫到现在还是不稳定的状态，夏洛克建议他们用最早的办法唤醒拉尔夫的肌肉记忆，果然奏效。过程虽然痛苦，但拉尔夫好在活了下来。另一边，残骸已经分析完成，是一种用白蜡树制成的木材，位于城市20公里外的森林，正是当初希斯科差点被杀死的地方。一个计划也油然而生，他们先将老格雷斯引到实验室，再利用塞西尔的能力和交互器把诺拉送进小格雷斯的意识中，劝小格雷斯服下治愈解药，从而在时间线上抹除老格雷斯，这样就不必摧毁闪电匕首了，也不用放走罪魁祸首斯旺。按照计划，大伙把老格雷斯带到了实验室的屏障内，诺拉顺利进入到了小格雷斯的意识，屏障最多拖延几分钟，诺拉有了被斯旺欺骗的经历，talk起来也是不在话下，不但让小格雷斯良心发现，也意外让善良的奥林在意识中帮助了自己。此时老格雷斯摧毁了屏障，正赶回家中阻止闪电侠，突然小格雷斯苏醒并喝下了解药。刚开始白瑞等人敌不过老格雷斯，渐渐的药效有了作用，可格雷斯脑中的碎片暗物质浓度太高，一瞬间中和解药，只能摧毁闪电匕首，否则所有人都会死。白瑞接过棱镜枪，再次扣下了扳机，闪电匕首化为原子彻底消失。伴随着匕首的消失，格雷斯也被时间线抹除，同样消失的还有斯旺胸前的闪电匕首，而时间刚刚好，逆神速力瞬间回归斯旺的身体，只见他微微一笑，面露杀气的斯旺挣脱了束缚，仅是一个眨眼间，在座的守卫全部丧命。斯旺友情招待了常年电疗自己的狱警，并且穿上了他带给自己的战服。时间突然逆转，在斯旺出手前，白瑞赶到，诺拉利用斯旺的技巧逆转了时间。斯旺毫不畏惧，还给自己的老朋友白瑞解释了为什么选择诺拉，一切都要从父女俩的时间旅行说起。当时诺拉把计划全盘托出，不久后斯旺被闪电匕首彻底压制，那时他就想到了诺拉这个工具人，因为他是唯一也是最有能力利用时间线的人。利用时间线，斯旺救了自己的命。时隔多年，白瑞与逆闪电再度迎来了宿命对决，但斯旺的时间残留把父女俩耍得团团转，纵使白瑞速度再快，也敌不过走一步想万步的斯旺。斯旺嘲笑白瑞，不管怎么样，危机都会让闪电侠灰飞烟灭，你一个必死之人拿我没办法。此时闪电侠小队全员赶到，斯旺也只是轻蔑一笑，利用回忆攻击着希斯科的内心。闪电侠小队立马开始反击，恶虎害怕群狼的，伴随着父女俩两个他娘的音速拳，斯旺终于败了下风。诺拉甚至准备一手刀带走他，可还是差了一点。虽然斯旺不想承认，但他已经把诺拉当成了女儿，只可惜他还是自私。时间线将要抹除掉诺拉，斯旺告诉白瑞，让诺拉彻底进入逆神速力是唯一的办法。临走前，斯旺告诉白瑞，我们危机见。白瑞也不墨迹，立马带着女儿进入了逆神速力。可跑到一半，诺拉突然后悔了，他宁愿死也不要进入逆神速力，那样的话自己会变成另一个逆闪。自己的错误自己承担，是诺拉第5季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。白瑞抱着女儿静静地等待时间的报应，诺拉最终付出了生命，挽救了时间线。夏洛克完成了使命，荣耀地退出了直播间。希斯科回想起不久前斯旺说的话，加上自己一直以来的顾虑，他决定自己也要服用解药。希斯科厌倦了震波，是时候让希斯科变成真正的希斯科了。另一边，辛格局长因为一系列事儿被市长提拔升职，他把自己的位置留给了最信任的乔，而他对此放心至极，因为他一直知道自己的小老弟白瑞就是闪电侠。安排好了所有事儿，白瑞和艾瑞斯坐在时间穹顶互相鼓励。诺拉作为女儿留下的最后的爱是一段录像，这是孩子做出艰难决定之后录下的。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像父亲一样的英雄。他的死确实带来了和平，乔成了警长，夏洛克在故乡和雷尼幸福的生活，希斯科和卡米拉也步入了热恋，拉尔夫重新做起了私家侦探，白瑞也感受到了温暖。可这一切真的如愿以偿了吗？斯旺和诺拉创造的时间线非但没有改变未来，反而让2024年的危机提前到了2019年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闪电侠第6集见。